观察对象：组织事件善后处理行动小组。组织代号：我表达不出。小组处理事件：肉齿第2阶段现场痕迹抹除工作。小组人数150人，即将对目标们开始记录。段 A， 目标群体分出35人，率先进入肉齿痕迹现场。肉齿本身疑似已经离开。从我写下这个字的时间开始计时，35个目标群体开始受到肉齿痕迹的影响，目标身上开始出现大范围的钙增生迹象。我推断是防护服的材料选择出现了错误。根据场景信息推测，肉齿痕迹也带有肉齿的影响，并催化周围事物，尤其是会触发生物体的自身的钙质生成。目标开始出现大规模的喊叫，也许是增生钙质压迫到了神经系统，并让大脑产生了疼痛信号。目标开始用对讲机呼叫增援。阶段 A 总结：对待代号肉齿的痕迹遗留处理方式有缺陷，肉齿痕迹与本身的影响并无二致，具有相同的破坏力。阶段 B， 目标群体接受到求援后，106个目标受到惊吓，开始出现恐慌情绪，向领头目标申请取消任务，检测到因恐惧而产生的愤怒情绪。106个目标对于领头人的态度，我推测是如果强行执行任务，他们会杀死领头人。我相信领头目标也察觉到这一点，他带领剩余8个全副武装的人进入现场。之前35个目标的身体已经完全钙化，与水分流失殆尽的尸体不同，钙化的目标仿佛还保留着之前的样子，只不过是全白的身体样貌。我通过敲击钙化目标听到沉闷的回声。阶段 B 总结：对于这106个成员，我个人建议是将他们流放到荒岛上。阶段 C， 领头目标和其他7个目标在收集环境样本，他们并不像之前35个目标一样立即受到影响，这让我怀疑是否肉齿残留有半衰期，甚至还有其他的触发条件。在我思考时，其中一个目标打了一个哈欠，检测到舒适，然后其他几个目标一听到哈欠后也开始出现了连锁反应。领头目标貌似也受到影响，但是他压制住自己的行为。随后7个目标的身体开始出现钙化，通过领头目标的眼睛，我观察到钙化的全过程。目标的毛孔和身体孔窍开始流出白色的液体，检测到大量的钙质，同时观察到目标的身体合成钙的速率提升，同时目标的身体开始出现塌陷，流出的钙质慢慢填满目标全身。当钙完全填满时，我听到啪的一声，检测到目标的钙质几乎完全流出，其余身体物质从钙壳中被剥离。领头目标并未受到影响。我推测肉齿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传染性，而是触发并篡改生物体的合成指令所造成。而篡改这一指令需要一个行动契机，或者说需要一个生物体的基因逻辑链条全部触发后才能运行。阶段 C 总结：肉齿痕迹相比本身的触发条件要更加苛刻。阶段 D， 领头目标采集完所需要的样本，看了看其他人，我从他眼睛中看到了悲伤。他将爆破物安在现场中央，爆破范围全部覆盖，成功带离样本。我猜想，他应该一辈子也打不了哈欠了。我走向一个钙化的人面前，闻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味道，一种被禁止的牵引。我顺着味道找到了目标的鞋子，我脱下目标的鞋子时，不小心掰断了他的白色脚趾。一滩肉状混合着血红蛋白的物质开始慢慢挤出。我从他的鞋子内链里发现了5块钱，我问他能不能拿，他没有回答我，所以我就直接放进我的兜里。记录结束。阶段 D 总结：在组织内工作要考虑到一切因素，领头目标的行为非常良好，另外防护工作和行动思想教育也要更加严谨。PS， 其实我把所有人的兜和隐藏的地方都翻遍了，但是只有那一个人藏了钱。